不会游泳啊？这样就惨了咯。如果你掉下去，等下你转的时候你注意了哈。像刚才你的手伸出来的，这样才要动到镜头的，对吧？动到镜头的 ，OK， 再来。现在我手上这台机是富士全新的 SH2S。我相信你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富士已经发布这台新机了，所以今天我将会测试这台机。好，你叫什么名 ？Caroline 是今天我这一集的模特。目前我手上这台机呢，还是工程的相机，这个版本还没有 final 的不过今天我还是会做一些测试，最主要是要说这台机比起之前的 XT4 还是 SH1， 它的分别在哪里？然后到底富士加了什么功能在这台相机里面？来 ，1、2、3， 再换。OK， 再换。哎，等一下，刚才那个动作再来一次。OK， 好，换。OK， 再来。看尾张。OK， 来。富士终于更新了 XH 系列的相机，之前都有传言说会推出2台不同像素的版本。富士只推出了2600万像素的 XH2S， 而传言说会有一台高像素的版本都没有出现过。XH2S 的外形有点像是一台迷你的 GFX 中画幅的相机，机身的重量也才580克左右。对比 XD4 的机身，重量及体积是没有很大的差别，只是 XH2S 的机身就比较厚，然后握把会比较大，也比较深。这次富士是使用了全新开发的层叠式的传感器，算是目前在 APS-C 的相机市场第一台使用这一类的技术。层叠式的传感器无形中提高了 SH2S 的性能，与前一代的 SH1 对比有很明显的提升，比如连拍、精准的对焦速度、低光源的表现以及更宽的动态范围。机械快门的连拍速度每秒可以达到15张，而使用电子快门连每秒可以达到30张无限制的连拍，直到记忆卡的储存量用完。每秒40张的连拍就有限制，我觉得每秒连拍30张已经是很厉害，已经很足够使用。层叠式快速读取资料的表现也让电子快门变成更加的适用。在拍摄快速移动的主体，也不会产生物体变形的现象。就像这个画面，篮球还保持着圆形的形状。然后在拍摄视频，果冻效应可以说都控制得很好，画面的物体都没有出现倾斜甚至变形。对比果冻效应严重的相机，就有很大的差别。换。OK， 换。OK， 好。OK， 再来。OK， 换。它的 grip 比较大，比较深。所以做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，不像 XT4， 它的 grip 就比较小，做起来的话 XT4 那种感觉就觉得没有那么稳 ，SH2S 就稳很多。机身呢后面呢还是保留了向外翻转的屏幕，跟 XT4 是一样的，上面是有多了一个 LCD， 这个 LCD 在 SH1 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的，而这台 SH2S 也是一样。这边也是有麦克风接口，然后也是有耳机的接口，然后当然这边也有一个 USB-C 的接口，这个应该是可以供充电来使用的。然后 HDMI 是 full size 的，比起 XT4 的话，那个还是使用 micro HDMI， 所以这一点就有提升。然后向外翻转屏幕，然后它这边的按钮的
这些设置其实是跟 XT4 也是差不多一样，只是说它这个摇杆就比较大了一点。后面也是有一个转盘，然后前面也是有一个转盘，然后上面就有了这个 ISO 的按钮、摆平衡的按钮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可以自己设置的一个按钮。这是 SS2S 呢，它第一张卡槽是可以放这个 CF Express Type B 的卡，然后第二张呢还是保留原本的那个 UHS-2 的 SD 卡，然后这次它的电池呢还是使用同样的 MP235，这颗电池是跟 XT4 那台相机是一样的，所以整体看起来呢，它机身是跟 XT4 还是差不多一样的体积，只是说厚度会比较厚一点，然后它的 grip 就比较深、比较大了一点。目前我没有 SS1 这台相机，所以我都以 XT4 来做对比。SS2S 这台相机也把 AF/MF 的切换钮换成另一种方式来操作，需要按一下前方的按钮才能启动切换 AF/MF 的目录。我还是喜欢原本的操作，觉得这个新的方式会比较麻烦。SS2S 也有全新的电池握把，我暂时不能提供什么资讯，因为都还不知道它详细的功能。录影的功能，它这次 SS2S 就加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说它现在内录除了录制10比特422 H.265 的 file， 然后可以录制到120帧。现在它也是加入了这个 ProRes HQ422 LD， 还有那个 Proxy 的 file 在里面。然后你外录的话，你还可以录 ProRes 的 RAW， 还有 RecMagic 的 RAW。所以这台机呢，在视频这一方面是增加了许多功能，看起来不只是在拍照那边有提升，在录影那一方面也是提升了不少。120帧的视频是不能录制声音，不过至少有4倍慢动作的效果。视频不只可以录制 4K， 它也可以录制 6.2K 30p 的视频。机身也有7级的防抖功能，然后也加入了全新的 F-Log 2，可以达到14级的动态范围。不过 ISO 是从1250起跳，电子取景器也提升至576万点的屏幕，对比 XT4 的369万点的取景器 ，SS2S 的取景器就显得比较大，清晰度也比较高，然后它的刷新率是可以达到 120p 或者 240p。那么在拍摄录影这一方面，自动对焦呢，如果对比的 XT4 还是使用那种单一区域的自动对焦点，还是多区域的对焦点。不过这次它的录影是有加入了动物眼睛、即摩托车、汽车还有火车的追踪的自动对焦，所以这一点是做得很好。我觉得这台 SS2S 在对焦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提升，加上有层叠式的传感器来加持，应该不会让人失望。只要去了解这台相机的功能，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。这次富士也推出2支新镜头，一支是150到600mm f5.6、f8 的镜头，很适合打鸟用的。然后另外一支镜头就是这支18mm到120mm f4 LM 线性马达的镜头，是一支使用 Power Zoom 来变焦的。我觉得是蛮适合在拍摄视频。它变焦的方法有3种，可以转动变焦环来变焦，就是一般的变焦环一样，或者透过另一个变焦环必须推动它，然后有弹簧在推动的感觉，又或者按这个钮，镜头就可以自动变焦。这样的设计是很特别，喜欢拍摄视频的可以考虑这支镜头。在测试这台新相机的过程，我是没有遇到相机过热的问题。富士也有推出一个配件来防止机身过热，是一个可以夹在机身背后的电风扇。我是还没有尝试使用这个配件，所以也不能提供什么意见。富士在5月31日晚上9点会发布这台相机的消息。当你看到这个视频时，应该都已经知道它的价格会是多少钱，然后也有更详细的资料。
今天的视频可以说是我对这台相机的初体验，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测试视频。不过这台 X-H2S 的主要功能我都为大家讲解了。以目前来看 ，X-H2S 可以说是第一台 APS-C 层叠式的相机。如果对于高速连拍有需求，比如拍摄鸟类、野生动态等的摄影，又或者对视频的规格有要求，加上又需要一台轻便的相机，那么这台富士的 APS-C 旗舰相机或许可以考虑买来玩玩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。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解毒。我们下次再见。